15岁女儿谎称去拿快递，没成想她竟然偷偷去见了男网友，结果她不仅被男网友糟蹋，最后还被残忍杀害，装进黑色包包。家里有可爱女儿的可要注意了，一定不要忽视安全教育。故事发生在2017年9月的内蒙古。18号这天，一名男子来到公安局报警，报警人称自己女儿已经失踪20多天了，他联系亲朋好友一起找过，也联系当地辖区派出所报过警，可一连20多天了，也依旧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所以就来到刑警队再次报警。通过了解，他女儿叫小丽，时年15岁，辍学后就一直在家混吃等死。但就在8月28号的上午9点，小丽给父亲打电话说她要去县城里去拿快递，可一直到当天晚上小丽也没有回来。父亲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是直接挂断。由于自己是离婚状态，所以父亲还以为小丽是去他妈妈那里玩了，于是他急忙打电话去前妻那里询问小丽在不在你这，谁知前妻大笑着说不在。当时呢，他妈就是一笑，他说没在我这儿，为啥？我一看他说笑，他这一笑，我以为是啥呢？寻思他知道，寻思是那个吓唬我啥的呀。这不当时怀疑这个在他母亲了吗？第二天父亲才知道女儿真的不在前妻那里，这一下他真的慌了神，连忙喊来亲朋好友帮忙四处寻找，并通过社交软件发布寻人启事，最后还喊来当地民警帮忙找人。20多天后实在是一无所获，父亲急得再一次报案。在刑警队接手此案后，通过家长描述判断小丽多半是凶多吉少了。通过公安系统查询，并没有发现小丽有住宿记录与上网记录，但通话记录却显示在案发前有10个人给小丽打电话，而他们年纪都跟小丽差不多。10人中与小丽见面的有3人。案发当天9点左右，小丽给县里一名男子打去电话，想要让对方陪自己去买衣服，男人嫌麻烦就拒绝了。随后另一名男子给小丽打去电话，询问她在哪里。小丽说要去玉龙公馆找朋友。经过小区监控，民警确实发现了小丽的身影。在这个小区里，有一个叫孙亮的男人曾给小丽打过电话。小丽的父亲告诉民警，他认识这个男的。在小丽失踪后，他还打电话去询问对方。当时孙亮说小丽确实去过他那里，但是刚来没多久小丽就走了。看到男人的态度如此坦诚，小丽父亲也就没有怀疑他。在将孙亮带到审讯室后，民警得知小丽来找他是想要去买衣服，当然是孙亮请客。不过当时孙亮身上只有100块，他当场就拒绝了这一要求。随后小丽接了2电话后就离开了。孙亮还说自己前几个月才刚结婚，没必要对这无冤无仇的臭丫头动手。可民警在调查通话记录时发现，他就是最后一个和小丽通话的人，所以警方认定这个人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。因为监控显示，小丽在进入他家里之后，监控中就再也没小丽的身影了。中午12点，孙亮独自离开单元楼。下午2点时，孙亮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，他背着一个看起来很沉重的双肩包，而他走路却是越走越快。民警询问孙亮，孙亮却是这样说：28号当天究竟谁先走的？他说是他先走的。这与咱们女孩先走。不是，他说是孙某说是那个女孩先走的。这与咱们视频侦查的结果是不符合的。当时揭穿了吗？没有。然后我问了他第2个问题，我问他28号你走了之后，又有没有回过你那个小区？他说回去过。我说你去干什么了？他说我去取了点衣服。我说你用什么拿走的？他说我用一个背包。可这几件衣服怎么背出了上百斤肉的感觉？可审讯室里孙亮却是十分嘴硬，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背衣服。民警默默回去寻找证据。监控显示，孙亮来到一处停车场后，就坐上一辆黑色出租车离开。司机告诉民警，孙亮背的包很重，还有一种肉肉的触感。而孙亮坐上车以后，他们就在几十公里外的镇子里下了车。据了解，这里正是孙亮的老家。带着这些证据回去后，孙亮就老实交代了犯罪全过程。
对于小丽的死，他也十分后悔。他说当时自己只是想吓唬吓唬小丽，却没想到她就这么死了。他们原本只是网友关系，是在某唱歌群里认识的。由于小丽唱歌十分好听，于是孙亮就起了歪心思，但当时孙亮已经结婚，他没敢直接下手。据孙亮所说，小丽辍学后就开始在网上卖服务，于是案发当天他就把小丽约到了自己家里，想买点服务。小丽先是询问孙亮老婆在不在家，随后就开始借钱了。不过这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说法。他说你媳妇没在家呀？我说没在家。然后问我说你兜里有钱吗？借我200块钱。我借你，我说我兜里我没有钱，我现在就100，我兜里是130块钱。他不信的是撇了一下嘴那种，然后就把兜里钱拿出来，我说你看，咱就这么点钱。他也坐那，我俩那不唠嗑吗？他就一脸一脸，然后往我跟前凑合，然后他那种凑合就是想跟我发生关系那种，然后我俩发生关系了。可能咱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，因为当时在现场只有2个人，其中有1个人已经永远闭上了嘴。结束之后，小丽就涨价。我问你要干啥呀？他说有事。我说你要多少钱？他说想要5000。然后我说我现在没有，我说真没有，我现在我说我都自身难保，我说我各哪要哪各种借钱，想找人借钱，我想把这个我媳妇的钱赌上。孙亮自然不是啥好人，他最近迷上了赌博，还直接输了7万元。这7万元还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老婆带过来的嫁妆。当初他岳父看孙亮穷，就没有收他彩礼，还给了7万当嫁妆。但孙亮呢，却偷偷拿去赌，这也就导致他当时也一点钱没有。不过对于没钱的消息，小丽是不信的。他威胁说，如果不给，他就趴在窗户上大喊救命。然后他的意思讲话就是我不给他钱，他就趴在窗户那儿讲话，那一喊，那不就和强奸似的了吗？性质一样了吗？既害怕小丽说自己强奸，又害怕老婆知道自己输光了她的嫁妆。孙亮扭头对小丽说，你跟我来卧室拿钱吧。结果刚一进门，小丽就被孙亮掐住了脖子，没多久就失去了动静。害怕事情暴露，孙亮就出门买了个双肩包，然后把小丽埋进了自己老家。9月21号，在孙亮的带领下，民警在孙亮家的菜地里找到了已经遇害的小丽。由于纪录片并没有公布后续，所以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人间不只有爱，恶魔就在身边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，看清黑暗，远离黑暗。